这个酒要拿热水给温着。现在天凉了，可不敢再吃冷酒。那远处的花拿走，错了季了。琥珀，你叫人摘些桂花枝来插瓶，既好看又好闻。往那镜面的盆里也撒些，现成的香味。你这刚回来就忙活，也不歇歇。母亲，妹妹，我这不是看三弟要回来吗？看着下人啊收拾的不像，就忍不住了。还是二嫂会布置，既有点缀又有留白，实在是清新雅致。谢谢妹妹的夸奖。我先前儿啊在陕西官衙，就算是布置出10个样子来，那边的人也只会说3个字儿：没敌恨。你个猴，你一回来，府里就热闹了。母亲，四哥，母亲，二嫂，妹妹，王氏还病着呢。是，还有些咳，就没有叫他过来，别过了病气。二哥这次怎么没过来啊？嗨，你还不知道他呀？他那鞠躬尽瘁的性子，我跟他说，咱们都离开2年没回家了，你要是想为国尽忠，那你就留下。我说我可不管啊，我可是要回京侍奉母亲，尽孝。哎，三哥怎么还没到啊？不是前头才说出来了？你们爷呢？回老太太，三爷去了宝相寺，请老太太、二太太还有六姑娘先请用饭，不必等他。怎么突然就去宝相寺了？也不提前打发人回来说一声，全家人都在等着他。三哥这是阁老做久了，早就习惯了让旁人等，只是不该怠慢了二嫂。有什么怠慢不怠慢，都是一家人嘛。再说了，他刚从那个地方出来，确实应该去宝相寺，给菩萨烧烧香，拜一拜，去身上的晦气。二嫂说的是，那可是行道寺大狱呢。母亲，要不您和妹妹先用膳，先坐下来，我换身衣服就过来。好。为了扳倒范川，竟不惜将20万担赈灾粮换成麸皮。范川固然倒了，可是灾民何故？可见老师有这样大才干的人，一旦沉湎于权力，比起那些无才干的人，危害要胜过100倍、1000倍。我在牢里已经想明白了，不管是范川、王玄范，还是老师，皆非同道中人。可是你是首府大人的门生，若是与他分道扬镳，怕是会遭来骂声。是，我日后这条路肯定是不好走。什么意思？你是想劝我离你远一些？慌什么？我可没赖着。我就是想让你赖着我。可是，我也要为你奉献考量，不是？你考量出什么了？跟我来。这是什么？我
首饰已经够多了。打开看看。和离书，这是给谁的？给你的。展开看看。夫妇之缘，恩深义重。谁跟你是夫妇了？我不看了。再往下看看嘛。我在行道寺诏狱里，整整写了4稿呢。田产衣粮，竭尽弥补，名禄后富。吾只言行对错，见与娘子无舍，以此书为证。我用了印了，但还没填日子。你什么时候想填都可以。如此一来，日后我若是在朝堂上遇到什么危险，你便可以拿着这封和离书，填上日子，不用跟谁商量，随时可以离开。亦或者是厌弃了我，也可以用上。你在行道寺诏狱这些日子，就琢磨这个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不图钱，也不图名，怕的是失去自由。我也怕日后稍有不慎会牵连到你。想来想去，只有此法可解。你3年效期也已经满了，我写了2份，其中有1份，我打算带去通州给吉老夫人，这样提亲也会更容易一些。好，如此便好。问流光可曾遗忘初逢的月光，岁岁年年皆刻你模样，书信何为忙，不及你眼底温柔的光芒，中间的星河荡漾，因你我目光，暮暮朝朝，皆为你相守相望。青浦，你说他写这和离书的时候是什么心境啊？想不出，阁老就是阁老，和咱们寻常人还是不太一样。你不图钱，也不图名，怕的是失去自由。我也怕日后稍有不慎会牵连到你。日后我若是在朝堂上遇到什么危险，你便可以拿着这封和离书，填上日子，不用跟谁商量，随时可以离开。亦或者是厌弃了我，也可以用上。愿娘子相离之后，前程似锦，风华如朝，万事顺遂，快意平生。什么？要我赔？顾府这回遭此大难，何家男丁都遭受了牢狱之灾，这都是因为四弟你玩忽职守，闯下大祸造成的，让你们四房赔偿，这应当啊。什么是我造成的？我都是被那孙世涛坑害的，这我也冤呐。你有什么冤的？
你是仓储郎中，那大新仓被人换走了20万担粮食啊，用的是你的印，你居然还不知道！哼，你还冤？你再冤能有我冤吗？我在督察院苦熬了这么些年，眼瞅着出了机会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这都已经胜了。这下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了。就是，平白做了一回监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声，这说不定以后都没机会了。你别在那乌鸦嘴行不行？呸呸呸！老四，老二这次纯粹是因为你才遭了池鱼之殃。你要是识礼数，就拿些银两出来补偿二房。此事就此结过。我做不到，我这都被贬到穷乡僻壤当7品芝麻官去了，你们还让我给二房银子，你们让我死了得了。姑娘，姑娘，您可回来了？姑娘，你们四房把我们全家害得这么惨，不过就是拿你点东西，你就在这推三阻四，还敢骂我！来人，把这架子上的东西都拿走。是姑娘。子玲，小心点。不行，不能动，别，不能拿这个。你不能拿这个，这个是我娘给我的。你给我，还给我！我打死你！我就是疯了！哎呦，干什么呀？你这个混账！娘，还有指甲打我脸，还要掐死我！你这个小贱蹄子，这是你娘养出来的坏透了的东西，有钻歹毒的！来人呀，给我拿下！是，还要杀我！姑娘，别打我的姑娘！贱蹄子！啊，厉害了是！住手！放开他，不许放！他打了连甲，不许放！青浦是。大姐姐，连姐要拿我的东西，我不给，她便抢。什么叫抢？明明就是你们四房欠我们的。欠你们的？二伯母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次府里招灾，都是你们四房惹的祸。我们二房和五房那是遭的池鱼之殃，你们四房理当赔偿。赔偿？老太太那可是应了的。既如此，不如当着祖母的面把话摊开了说清楚。疼不疼啊？你还能去吗？我能，我同你一起去。他们欺人太甚。走。看什么热闹？既然招姐儿想一次性把话说开，那就说开吧。老五在差上，荣哥、贤哥在学堂，这次不用他们回来。咱们顾府虽然遇到了无妄之灾，但归根到底还是老四玩忽职守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四弟，你让母亲先把话说完。我们大家商量好了，这次四房要赔10万银两。招姐，
你虽是晚辈，但都知道四房你当家，你怎么看？10万两，咱们和府1年的进账加起来不过2万余两，你们一开口就是10万两，真当我有金山银海不成？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我们这次损失可大了。你二伯父本来都要当上吏部侍郎了。二伯当不了吏部侍郎。为什么？因为姚府姚平大人也想当吏部侍郎，他跟随首府大人多年，可排在您前头。这官场上的事儿，你懂什么？原本至少我还有一搏之力，就因为四弟闯的祸，现下什么都没了。什么叫我闯的祸？我那是无妄之灾。诸位是不是觉得这次夫皮换赈灾粮一案，是因为我们家老爷引起的？可若是这么想，那我们顾府又要有灭顶之灾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是，我们老爷罪在渎职，可是他已经被朝廷定罪，贬为了7品县令，此案已经了结，朝廷都已经不追究了，这怎么回到家里反倒要追加问责？难道诸位是觉得陛下朝堂断案不公，想要司礼公堂再审一次不成？哎呀，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？若是诸位敢要这钱，我就敢去顺天府，请府尹大人做个评断。横竖我也去过2回了，再去一次我也不怕。对，顾锦昭，你别耍无赖。朝廷论的是国事，线下论的是家事。既是家事，就按照家里的规矩办，别扯什么罪名。那，你的意思是，一文都不出吗？那倒不是。这次我们老爷也并不是全然无责，我会命人一一核对各房铺子产业上的损失，算一个合理的数，酌情赔偿，到时候一并交给祖母，由您来分配。不知道诸位可有异议？昭姐的法子合情合理，我们5房没有意见。慧姐这个点儿该醒了，母亲，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呀，散了，我也该去歇息了。且慢，莲姐儿抢兰姐儿的东西，把兰姐儿的翡翠金项圈给摔碎了，是不是也得赔啊？还有这个事情？那你要多少呀？那翡翠金项圈是上过册子的，价值500两银子。500两？你做梦！不想赔也可以，回头就从咱们分给2房的银子里直接扣掉就好。你，哎，赵姐儿，那我是不是？多谢大姐姐为我主持公道。我正要说呢，这阵子我在外头跑，听说荣哥在狱里，是你使了银子找人照应着。这阵子我打算将林下斋改个新铺子，重新开张，要扩股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入一股。不过你也要想好，做生意嘛，有赚有赔。我愿意，多谢大姐姐。母亲，昭姐儿，你那个林下斋可还有多余的股份？是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银子就该一起赚呢。哎，有银子一起赚，你们怎么好意思开口？兰姐儿，咱们走。
累死我了。说这些话，说得我脑仁都疼了。姑娘真是好心儿，还拿出产业赔给他们。要我说，您就是一文不赔，他们又能怎么样？他们是不能将我怎么样，但是能将我活活气死。唉，何况这件事情我们四方也不是全然无责，赔点就赔点吧。况且就这点银子，他们能不能兜得住还两说呢。兜得住什么？你想呀，我若嫁给三爷，这嫁妆他们能少给吗？他们敢？那不就得了？哼，这招姐真是个狗屁不通的。兰姐儿一个庶出的妹妹，她把股份给她做什么呀？她应该给我呀，我才是她的嫡亲堂妹。何况我可是要嫁给姚家的，她讨好我不比讨好顾兰有用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姑娘。你一点都不机灵，怎么那么笨啊？跟小唐比差远了。姑娘，疼。这不是紫菱吗？你过来。这样，你听明白了？姑娘，这可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？你要是不听话，明儿一早我就让人牙子给你卖了，你信不信？我，哎呀，好疼啊！哎，紫菱姐姐，你过来一下。秀菊，哎呀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哎呀，我的脚崴了，你能不能拉我一下？哎呀，我看看，好痛啊！是这儿吗？在这边，这里，疼死了！快走！幸亏前2天挖塘泥，那水不深的。这个顾莲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哦，对了，还好没湿透。我跑了3家银铺，总算找到一家能修补那个项圈的，这是付的定金，我给姑娘收好吧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惦记什么定金？我只想着怎么狠狠报复回去才是。那姚文秀又写信来了吧？是。给我拿过来。哦。居然叫我去赏花，真是贼心不死。一会儿把我笔墨纸砚拿来。姑娘是要去见姚公子？对。可是，姚公子是2姑娘的未来夫婿啊。就是冲着这个去的。那我去拿。何事如此着急啊？喝一杯。酒？特意为你准备的。听说你喜欢这赵叶白。行，替我准备的，自己先喝上了。来，不错。进过暗毒库了？大开眼界。写着我名字的，看过了？看过了。暗毒库内共装有监察记录铁皮箱167口，满朝重臣，少则1、2口，多则10余口，唯有一人1口都没有。傅海莲，我若没猜错，
是陛下登基以后，他命张陵暗中销毁了。张陵审过了，什么刑都用过了，一个字都不肯招。我要你手上傅海莲的把柄。你既然有10余年前赵继昌贿赂朝廷官员的消息，必然也会有他的。我没有。你撒谎。真没有。就算是有，也证明不了任何事情。你想啊，我若早知道他作奸犯科的事情，我又何必一路追随他到今日呢？所以你现在后悔了？谈不上。换做任何一个人坐在他的这个位置上，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好。我知道你恨他设局陷害侯爷和侯府，所以想找一些把柄把他扳倒，但眼下不是时候。范川已去，老氏大权在握，上至天子，下至群臣，连一丁点反对他的声音都不会有。若你此刻对上他，毫无胜算。你怕他？怕。所以，我劝你，也不要轻举妄动。你把这契约还有账册交给祖母。2房和5房的银子怎么分，我都记在里头了。是。要我说，这回最冤的就是姑娘了。明明是老爷惹的祸，结果却都要姑娘担着。那我能有什么法子呀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若我不担着，这一大家子的人，连着我自个儿都得倒霉。虽然这回的事儿追根究底是朝廷的错，可若不是我们家老爷当差这么懒散，旁人也不会冲他下手。这件事情也未必会落到这个地步。招姐真不错，比他爹明事理。可不是嘛，他要是一味的混烂，咱们也不能强要啊。母亲，这2处铺子，一处在大毡帽胡同，一处在小东门。要不我们2房就要了小东门那处吧？我正好有一份家产也在那儿，打理起来方便。我正准备跟你说呢。小东门的房产可比大毡帽胡同的值钱。要这么给了你们房，5房指定不答应。反过来呢，你能同意？我想好了，先放在宫中，等到年底有了盈余，再均分。好了，收起来。是，母亲。这真是抠他娘给抠开门，抠到家了。这明明是招姐赔给我们2房的，他凭什么扣下来啊？嘴上说的好听，让我管家，实际上一丝都不肯放。偏偏你爹又是个唯命是从的，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娘，现如今呢，我也就盼着你能早点嫁到姚家去，当了3品大员的儿媳妇，让我这当娘的也能跟着长长身份，扬眉吐气。放心吧，娘，等我嫁过去之后，隔3差5就来看您，给您啊长腰子。你想得美！谁家的新媳妇可以隔3差5的回娘家呀？文秀哥哥可疼我了，还说呢，往后呀一定都听我的。傻孩子，走。姑娘，要不还是……你别再劝我了，莲姐儿欺人太甚，我要是再不给她点教训，我得被她活活气死。
姑娘，三妹妹，我原想着早些来，等着妹妹，没想到还是来迟了。姚公子，不是说了吗？不要叫公子。文秀哥哥，妹妹今儿这衣裳可真好看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信，我还以为会跟之前一样石沉大海。其实我今天原本也不想来的。为什么？你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？你是莲姐儿未来的夫君，却总是给我写信，还约我赏花。可你不还是来了吗？你别担心，我不喜欢莲姐儿。你别胡说了。我是说真的。真的又如何？那你还不是要娶她？妹妹这是吃醋了？妹妹身上好香啊，比这儿的花还要香100倍。你别这样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好妹妹，既然你来了，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打算跟莲姐儿退亲。什么？你们家要退亲？过2日我母亲就会上门跟你家老太太说这件事。为什么？我本来就不想娶她，成天闹脾气，懒得伺候。我跟家里说好几回了，我父母拗不过我，只好同意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……我在4明坊还有一张琴，没有取，现在就得去取，对不住了。子玲，咱们走。哎，三妹妹，喂，姑娘怎么突然要走？姚家都已经要和莲姐退亲了，我还留下做什么？姚文秀这个狗东西，满嘴瞎话，什么他不喜欢莲姐儿，姚家就同意退亲了，分明就是姚家见二伯父坐了一回牢，升迁无望，这才准备退亲的。二伯父至少还官居4品，姚家就这样看不上，老爷连差事都丢了，他们还能瞧得上我不成？亏他还好意思来勾引我。姑娘这是看得透透的。那姚家退亲的事儿，咱们要不要告诉二姑娘？当然不告诉了，谁也别告诉，等着看热闹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娶昭姐儿？是。你怎么就想娶她了呢？顾家知道吗？纪家呢？我已禀明纪老夫人，她老人家也同意了。不是，你昨儿去通州就是为了这个？那昭姐呢？她知道吗？她知道，她也同意了。眼下只需要母亲点个头，儿子就可以去提亲了。合着你就瞒着我一个人？儿子并非有意瞒着母亲。你当然不是有意的，你就是不想让我知道那么多罢了。从小到大你都是这样，外头只当我生了个阁老儿子多么的风光，其实呢，跟我这个做娘的一点都不亲。母亲，您先听我说。你先听我说。我是真不明白呀，你怎么就想娶昭姐儿了？昭姐儿那丫头，他们顾家什么成色，咱们还不知道。她自己个儿的名声也不好啊，主意比天还大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个能够安心照顾家里的人，对你对陈家根本没有注意。儿子看中的就是他对儿子没有注意。你说什么？你们都以为儿子是首辅大人的得意门生，在朝堂上风生水起，炙手可热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若有一天老师倒了呢？怎么会？当然会了。花无百日红，
老师线下是权势滔天，在朝中无一丝反对之声，可越是这样越危险。不说别的，单说陛下年岁渐长，早晚要当政的。待陛下羽翼丰满，您想想，第一个对付的人是谁？若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树倒猢狲散，所有依附老师的门人，还有他的家人，又会怎么样？说万劫不复都是轻的。所以，你不愿娶薛青兰，就是为了这个？是。当然，我也不喜欢薛姑娘。老师想让我站队，可我不想，也不能。可你始终是首辅大人的门生啊，外面都传你们是副党。那只是眼下。你难道……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娶老师想让我娶的女子。可我若是娶了旁的女子呢？老师肯定会心生不悦，而昭姐则不然。一来，老师早已知道几家是为我做事的，我们两个又互有情愫，他挑不出理的。二来，咱陈家和几家利益捆绑，昭姐不会背叛我。我若娶了昭姐，她也不代表朝中的任何一方权势。我娶了她，旁人不会记得。第三，我既心仪人家，那自然要娶她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就是横竖要娶她呗？啊？母亲，九恒说的有道理，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仕途，也关系到咱们全家呢。不是，你是何时看上他的？你们俩又没多少，难不成他及笄礼你就……那倒也不至于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也不想多问了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啊？多谢母亲，那儿子这就命人去提亲了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擅闯我行道司！你的人虽然横，但我就说了一句，你猜怎么着？他们就不敢再拦着我了。哪一句？我在考虑要不要当指挥使夫人。你这个衙门的壁板太薄了，什么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原本是听不着的，是我命人将一间审讯室搬到上头来了。好想法，你果然与众不同。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看上你了，大大方方说出来有何不好？非得藏着掖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治疗心疾的药。你有心疾？打小就有，自6岁起就被人以治疗之名灌了不少毒药，什么郎中都瞧不好，这日子呢是活一天少一天。听说你先头守过一次望门寡，你要是做寡妇上了瘾，只管缠着我便是。你打听我？
你也对我感兴趣，是不是？出去。叶县，你是不是心仪顾锦昭？我派人打听过了，你这个人从小性子就冷，不爱与人亲近，却唯独与顾锦昭来往。你还帮他养了一只猫。滚！赶紧滚！为何